哎呀妈，就给红包这个事儿又让他整翻车了。咱也都知道，在东北呀，过年串门塞红包这个场面是相当生猛的，那撕巴的就呲一脸血，给大胖媳妇看的那个紧张啊，跟我说，咱妈看样也打不过人家呀，我得上去拉架，把你家七大姑八大姨全给抱走了。然后跟我说，那我有点抱不动了，下次串门给咱妈配个电棍吧，配个电棍吧。然后呢，为了避免撕巴，但是有些人情还必须得走，我妈就换了个方式。初二人家来个亲戚，我妈呢就没给红包，人都下楼都走了，我妈拿出一大袋子，里边都是那种糖做的小金币，我妈撒一兜子，然后底下放一沓钱，就是若隐若现，你知我知。放完钱呢，给对方打电话，哎呀，你说黄姥姥给孩子准备了一袋糖吃的，忘给了，你们在楼下别动啊，别走，我让我女婿给你送下去。我妈想的很周全，寻思对方跟一老外也撕巴不起来，也说不明白话，也没啥抹不开的，钱不就给出去了吗？结果晚上我在那躺着，大胖媳妇就过来了。哎，有个事儿我忘告诉你了，咱妈好像稍微有点糊涂了，可能最近过年就老撕巴时候打着脑袋了。今儿给人孩子糖的时候，兜里落沓钱，我下楼时候看着的，我给拿出来了。我说啊，你给拿出来了，也就是说对方打开装糖的袋儿，光有糖没有钱。他说啊，幸亏我发现了，要不然人你说打开一袋糖，吃发现，哎，一沓钱，人不得懵啊？我说人现在才懵呢，你要呈现的效果是这糖可以收，顶上没有钱，结果人打开一吃，底下也没有，翻了一遍真没有，然后我就尴尬了，我寻思这可咋整？你说这咋整？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呢，我妈给人打电话了，就跟人对方说，那什么。玉霞，糖袋收着了哈，我告诉你，跟孩子说一下，这是姥姥一份心啊，必须收。对方也懵了，我收了，但是心搁哪呢？然后我就想说，妈你撂了吧，但我妈还继续呢。咱自己家人就别客气，你也别嫌少。咱家小宝来的时候不一直说要买自行车吗？告诉他就用黄姥姥今天给的买个好自行车，然后将来孩子大了，让他也给黄姥姥买车，行不行？对方彻底懵了，行还是不行啊？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解释到底咋回事。他说那就解释明白呗，把话说开。我说这咋说明白呀？我妈问人家的是你糖收着没？大胖媳妇说收着了。我说对呀，我妈也没问人钱的事儿啊。大胖媳妇说那也是。我说那现在咋整吧？人咋回答？人家收着的是糖币，我妈让人家买车，咋整？大胖媳妇说那就糖币当车呗，糖币当车呗。哎，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最可怕？就是当一个人他觉得他领悟了一门语言，哎，拿捏了，自己觉得自己汉语没问题了，每天开始就是独立社交，压都压不回去，就往外崩。但实际的汉语水平呢，还撑不起他的勇气，天天惹祸。有一天，我妈领我们开车去郊区，路过了一片山，咱也不知道为啥，我妈在那片山上就给自己的将来置办了一个公墓。我妈就指那山说：“我的墓地在这儿。”我老公就听懂了“墓地”这个词儿，欣喜若狂。就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学英语那种感觉不？就一听听力，嘎听到一个自己会的词儿，哎，我知道 abandon 啥意思忘了，但是 abandon 就光抓这词儿了，别的全忘听了，就那种感觉。他就捕捉着这个墓地了，他理解的墓地是目的地、目标地点 destination， 都不等我翻译啊！我妈刚说完了，我的墓地在山上，他直接就回答我的墓地在北京，我的墓地在北京。我妈说啊，那你的墓地为啥是北京啊？是不是因为北京大，晚上可以跑出去随便玩？我老公说，那你的墓地为什么在山上啊？是不是因为山上大，晚上可以跑出去随便玩？哎呦我妈以为他故意抬杠呢，我妈也抬上了啊！你放心，如果我真有那一天，我上山了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我晚上出来玩也把你带走，一起玩啊！我老公说啊，那妈妈你放心，如果我真有那一天，我也会想着回来找你的。我不管啥时候出去玩，我都会想着把你带走的，把你带走的。回来我跟他说，我说墓地啊是人走了以后长眠的地方，它不是目的地。我老公说，那从哲学的角度来讲，还是目的地吗 ？Final destination。我说的没有问题。海家呢？你没完呢 ？You lost。完了，干起来了！你们评评理吧。俺家人一起打扑克，我姥跟温迪一伙，我姥让温迪出勾圈海尖，温迪说他没有，我姥输了。看，我出去了，我赢了，赢了。输了你拿钱啊！你故意的。我勾圈开价你不出，输了就赖你。我是不是问你了？你说你没有，我没有。你烦人吗 Am I fired? Am I fired? 你看你这是勾圈开尖儿 J K Q A 357勾圈开尖儿 J K Q A。他是不是不会说英文呢？不会说英文。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
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家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和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着啥玩意看着不丢？大胖媳妇还辩解呢，她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就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事没事。你使远点，你这个丢胚，这个丢胚。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你别老是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抄的，红了都。你洗猪胚，你洗猪胚吧，你这个猪胚，你这个猪胚。你给大伙看看他家的这个备注啊，腰子不要去掉油边儿，盖饭多加钙，不用很多饭。盖饭太多的饭，不够的钙，不要多钙，不要太多饭，多钙，多钙。你汉语不是不好吗？你不是回家走丢吗？今天我真心向大家求助一下，你说我可咋整呢？我大胖媳妇回国2个月不到，体重已经长了14斤了。她到底为什么胖呢？人自己跟我说，我可能需要调一调，可能是湿气，可能是宫寒。我说也可能就是太馋。哎，我就纳了闷了，不老有人说外国人不吃内脏，不吃鸡爪子，不吃猪蹄子，这种现象在我家它怎么就不存在呢？我就问他，说好的东西方文化壁垒呢？他说文化壁垒很脆弱，一个猪蹄子全攻破；文化壁垒很虚伪，一个烤冷面全摧毁。他说再说有时候我用筷子费劲，为了随时待命，我怀兜里边永远揣个叉子，吃啥都是叉烧，所以壁垒还是有的。我说这算啥文化壁垒呀？他说怎么就不算呢？怎么就不算呢？因为他太能吃，吃啥都香。我还特意上网查过有没有外国人不能接受的中国美食。我看很多人说是螺蛳粉，万一说螺蛳粉里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酸笋，没想到啊，我们一家4口人除了我都没吃过螺蛳粉。螺蛳粉一上来，居然全爱吃。大胖媳妇一共能迟疑了8秒光景吧？好吃不？太臭了，没有肉。啊，真香！文化壁垒就又在柳州沦陷。臭豆腐、辣卤大肠。所以我说实话，就他胖的一点都不委屈。就以他每天的热量摄入，他现在214斤，他都属于易瘦体质。我要像他那么吃，我都不是腰带不够长，我应该是挽联不够宽。然后我今天就好奇，我问他，我说8年前你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你也不认识我，你一句汉语不会说，一个汉字不认识。那时候还没有外卖，你说你当时点菜得多费劲？你那时候瘦没瘦？他说没有啊，那不能够。那些年我是国际留学生群体中街头苍蝇小馆点菜小旋风。当时咋回事呢？就我们一到那些小餐馆，好人一般就给你一张这个塑封的纸，要不呢就把这个菜单写到墙上。我身边一群外国同学都啥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但是我心眼多。你先看炒菜区，就选带月字的，肥肠肝、腿骨脑、内肘腰，还有脆。你虽然是蒙着点，但是选带月字的肯定不会上来个绿叶菜。然后在所有带月字的菜里头呢，选名最长的。然后啊，这个主食区选名最短的。这个番茄金枝疙瘩汤和疙瘩汤差8块钱，没有什么区别。哎，就选这个名最短的，除非主食区也有带月字的，比如肥肠面。然后呢，你一边点，你一定要一边撒吧周围的桌，有没有不同的桌点同一道菜？如果有，跟服务员直接指，不要像我同学一样傻了吧唧跟人发问啊，你好，请问他点的是什么？那样显得很无知，就直接报到总台就指我要同款。就这种天机，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识破？我说没有，我们不识破，我们识字儿，我们识字儿。我说儿啊，你还以为你自己多厉害呢？就你那点算法，我们20年前就以诗歌民谣的形式流传民间了。那个叫3长1短选最短，3短1长选最长，参差不齐就选 B， 以抄为主，以蒙为辅，抄辅结合定能及格吗？
我看到螺蛳粉都爱吃的时候，我就已经放弃了。我找不到能制服这厮的中国美食了。就在我放弃的那一秒，我在冰箱里发现我爸早上买了一碗豆汁儿。今儿给你准备的这个豆浆，特别精美的一个豆浆，就1000年能有一头驴能磨出这个豆来，我自己都舍不得喝。哎呀，你别落着，喝点来。哎呦我的妈！贵啊，168，168，那我吃点。要我尝尝，味道好像不太对，洗了算了。